俄军舰队遇袭，乌克兰的反攻大战已经打响。大家好，我是吕哲。俄罗斯黑海舰队遇袭，3艘乌克兰无人艇对俄罗斯军舰发起了袭击。虽然最后的结果是3艘无人艇被摧毁，袭击宣告失败，但是这一次的袭击似乎代表着乌克兰反攻的开始。乌克兰方面没有丝毫掩饰，表示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在这几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乌克兰这么高调，居然大肆宣传反攻开始了，就好像想要让全世界知道，难道他就不怕俄罗斯提前做什么防范吗？要知道，乌克兰本身在反攻中就没有多少胜算，这泽连斯基也是劝西方不要期待过高啊。结果在装备比不上俄罗斯，士气也比不上俄罗斯的时候，乌克兰却要让俄罗斯知道自己开始反攻了，岂不是胜算更小吗？这确实想不通。但其实啊，想想乌克兰可能的反攻战术，似乎他还真不怕被俄罗斯知道。出动无人艇袭击俄罗斯的军舰，就能够反映出乌克兰的反攻战术是什么了。乌克兰清楚自己的实力，在正面战场上，乌克兰怎么都打不过。你看，1年多的冲突啊，亚速钢铁厂，还有刚刚失去的这个巴赫穆特等大战啊，也已经让乌克兰元气大伤，不少经验丰富的老兵和指挥员都倒在了一场又一场的恶战之中啊。尽管西方给乌克兰不断的补充兵员，并且提供了很多武器啊，也很难在反攻初期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攻势。这些后续的补给兵力刚进入前线，可能还经不起一场大战。乌军的士气如今在很多时候都只能靠督战队员们来支撑，避战和恐战情绪居高不下。为此，有些士兵临阵投降乃至自残，想要撤出前线啊。就这样的士气，如果乌克兰敢掀起什么大战，反攻打响的同时就代表了反攻的结束。所以乌克兰是怎么都不可能在反攻初期就直接掀起与俄罗斯的正面对抗。而乌克兰的反攻战术也唯有小规模的武装渗透，以及远程打击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实施袭扰，才是他们的正解。可以预见的是，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袭击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这样的游击战术啊，自然是不怕俄罗斯知道的。甚至乌克兰大肆宣传反攻的开始，就是乌克兰的一个战术。如果这些宣传能够将俄军兵力吸引到主要战场啊，那么这也算是牵制住了俄罗斯的一部分兵力，更加有利于乌克兰的小规模渗透袭击。总而言之，宣传反攻的开始就是乌克兰有意为之的，所以相比于乌克兰的大规模反攻，俄罗斯更应该小心乌克兰的这些恶心人的小动作。乌克兰的武器装备现在是越打越远了啊，越深入俄罗斯的境内，而俄罗斯境内遭受袭击的频次也会变得越来越高。更应该警惕的是，泽连斯基要建立的这个海军陆战军啊，变成一个军种了。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被用来进攻克里米亚上的，所以啊，俄罗斯要格外注意。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欢迎点赞、转发、留言，下期再见。